喏，给你。吃吧，吃吧。莫非，我来看您了。您放心，我今日特意选了无人走的小路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莫非，您知道吗？我今日用一束花跟太妃们换了很多酥饼。奶娘说您以前喜欢吃，我就都给您带来了。莫非，父皇今年又没有来看我？父皇是不是根本不喜欢我，所以才一直把我关在建安宫里的？莫非，我好想您啊！我勒个去！这是谁家的小 NPC 啊？哟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可爱的。不对，算了，我还在赶时间，下次再来逗逗他。究竟跑到哪儿去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仙子姐姐。又是这梦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啊！哎呦，我的殿下呀，怎么还在发呆呢？陛下的生辰宴眼看就要开始了，您还不赶紧着些呀？再看看您这衣服，奶娘，已经检查过2次了，没问题的。哎，您上点心吧，这是备给殿下的寿礼，快拿好了。您赶紧歇着吧，别担心我了，我走了。东宫考核要到了，您今晚好好表现，说不定陛下就准许您参加了。我都知道了。这么多年，只有父皇寿宴之时才被准许出静安宫。宫宴结束后，得赶紧去药房给奶娘拿药。大哥还是这么爱干净。二哥还是这么不爱搭理我。哎，这不是平日时常念叨着见过仙人的三皇子吗？他都多久没出静安宫了？他这个样子哪像个皇子啊？嘘，轻点声，可别被他听见了。皇上驾到！平身，谢父皇下。今日虽是家宴，却也是群贤毕至，朕心甚慰。岱山，奏乐开席。诸位爱卿，
随朕共饮此杯。二弟、三弟，随我一同去给父皇祝寿吧。这是花瓣。又是幻觉吗？儿臣刘伶，恭祝父皇万寿无疆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子们还等着您呢。刘琦，近日学业如何？可还上心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在宗祠这几年不敢怠慢分毫，唯恐辜负了父皇的一片良苦用心。刘伶呢？许久未见，近况如何？儿臣近日食量不错，能吃2大碗饭。我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这静安宫被封之后，许进不许出的。先前臣妾看三皇子消瘦，便差人多送了些凤梨过去。还是爱娘细心，刘伶还不快谢过？多谢贵妃娘娘。恒儿，身为兄长，你该做表率，向你父皇与贵妃敬酒。爱娘有孕在身，就以参茶代酒吧。儿臣祝父皇万寿无疆，母后青春永驻，贵妃娘娘龙嗣安康。什么味道？袁贵妃，是恒儿哪句话说的欠妥了？陛下，爱妃，爱妃你怎么了？爱妃，臣妾的肚子好痛啊！快传孟太医！传太医！传太医！启禀陛下，娘娘脉象较快，述而有力，是实热。不过好在龙胎无恙。贵妃的脉象为何会这样？臣请查验贵妃娘娘刚才的吃食。准。回禀陛下，娘娘方才服用了人参熬煮的补茶，服此茶者，若吸食到辟寒香，便会如方才脉象般阴虚内热，起到活血的效果。而活血，乃是孕妇大忌。孟太医的意思是，陛下，还请陛下为臣妾做主。谁在用辟寒香？给朕查！启禀陛下，大殿下，大殿下身上疑似有辟寒香的味道。陛下，烦请大殿下交出贴身之物。闻之生热。启禀陛下，大殿下的方帕中确有辟寒香的味道。陛下，恒儿素爱洁净，只用檀香渲染的东西，绝不会有别的味道，更不愿沾染其他。
刘恒，父皇，儿臣从未使用过辟寒香啊！大殿下的话好生决绝，难道这方牌还是别人的不成？哎呀，只是我肚中的孩儿真是受苦了，陛下。好好的生辰宴闹这么一出，真是丢尽了朕的脸面。陛下息怒啊！袁贵妃身体有恙，未必与辟寒香有关，说不定和今日的菜肴有关。这些菜肴不都是你派人准备的吗？没想到大哥贵为嫡长子，也有如此狼狈的一幕。的确是臣妾精挑细选的，可那些御厨老人可从未出过这样的差错。皇后，你是在怀疑本宫污蔑？不对，以大哥性情，绝不会行此事。我得帮他一把。父皇，刘伶，有话要说。儿臣今日蒙恩赴宴，尝遍佳肴，许是平日饮食清淡，吃完后竟有些暑热不适。贵妃娘娘龙嗣在身，珍馐难淡，许是一时犯了胃恙。儿臣清清白白，请父皇明鉴。启禀陛下。臣想到此事还有一种可能。说。娘娘今日可还去过其他地方？宫宴开始前，本宫曾在御花园里坐了一会儿。陛下，臣记得御花园有不少夹竹桃。那夹竹桃的花粉，正是辟寒香的主材。会不会是娘娘在御花园时？岱山，在。天亮之前，朕要是再看见一片夹竹桃，拿你试问。奴才遵旨。爱妃啊，日后要特别注意，万不可再沾染了。陛下。莫要再纠缠不清了，嫌皇家脸面丢得不够吗？陛下，陛下！岱山，御膳房以及大皇子身边的人都该换一换。遵命。刘恒，你的表现让朕很是失望，给朕好好在府中反躬自省，想明白了再说。至于皇后，失察之责难辞其咎。自今日起，岱山暂代后宫事宜，皇后就留在宫里好好反省吧。父皇，看来这后宫比想象中的更复杂。这一回，三殿下遇事颇为冷静，倒是没传言中的那么无能啊。好像是这边。是谁在那儿？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还好没被发现。这皇宫里怎会有如此邪祟之物？看起来好像在追猎一般，可是怎么会有人在房顶上跑呢？那难道是……真的是他！19，我们好像被
遭洛奇盯上了，好像是肾。小心啊，姚记，我们能量不多了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干他一票。那里好像可以离得更近些。老鬼不发威，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！19，启动超级变化形态。幸好您没事，方才真是太险了。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在外边呢？我只是迷路了，正要回静安宫呢。宫人之命轻贱，实在不值得您如此费心跑去药房一趟。今夜之事，包括前几次，都不再追究。但下不为例，毕竟您是皇子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您莫再乱跑了，陛下吩咐，一定得把您送回静安宫。得罪了，姚记别追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不行，我解决了他，我岂不是白变身了？别跑！乖乖乖，姐姐不吃小动物的。我勒个去！咱有话好商量啊！再过来我不敢喊人了！你跟我滚！不讲武德！刚才真的是幻觉吗？7年了，将我关在静安宫不闻不问，明明我也是你的儿子。殿下，您总算是回来了。奶娘，你怎么还没歇息？这么晚才回，是不是陛下留您了？父皇许久不见我，拉着我问了许多，还赐了一些上好的补药，想来对您身体大有裨益。殿下，这药不是陛下赐的，对吗？我还没老到连药房的瓶子都不认得。唉，殿下，奴婢不过一介宫人，实在不值得殿下为我行如此不堪之事。您是皇子啊！无论我是谁，您都是我的亲人。都怪我没看好您，让您幼时不知听了哪个短命鬼的教唆，胡说那些什么看见神仙的话，才被有心人散布谣言，让陛下误解，将我关在静安宫。奶娘，这些话我都会背了。东宫考核临近，你也已到束发之年，可千万要抓住机会去东宫深造修习呀。我明白了，奶娘。起风了，您快些回去休息吧。殿下，您也早些回去啊。
下次可不能这样了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哎呀，我看动画片里能量快没了，都是要放大招的。不过好在杀了他，也回了一点能量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妖怪！我刚刚好像听到他叫你妖怪。不可能啊 ，NPC 不可能看得到我们。不过刚刚战斗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他眼神动了。对对，我也注意到了，他不会真的能看见我们吧？要不，你去试试。Hello， 帅哥。看这边，再看这边。你真的能看见我？应该还是因为系统故障，不然没理由看得见我们呀。又见到了。看见了有什么后果啊？你一个新人研究员，上培训课还敢打瞌睡？我以为这里头虚拟世界没什么区别嘛。本质确实相似，但这里是研究员结合历史数据进行推演的数据世界，所以你所看到的一切皆有过去的影子，这样才会更加贴近于真实。这次降临的朝代有些特殊，被称为代国，是一个短命又神秘的王朝。虽然有着技术支撑，但还是尽量避免接触，规避系统出错的可能。原来如此啊！真的是仙子姐姐。你这记性，你还记得刚砍死的是个啥吗？好像叫肾。仙子姐姐，你等会儿，大人说话，你这小 NPC 别插嘴。当这里出现异常数据，系统防火墙就会派出肾来清除。啊，那不就是我们？怪不得这么厉害。我们进入代国时，设备舱偏航弄丢了能源石，现在不仅无法返回现实世界，还因为这个家伙，害我们差点被肾追上了。仙子姐姐，请问你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是啊。那他怎么办？这次是意外，等修好故障，他就看不见啦。如果不是意外呢？系统会销毁残次品。残次品？是说我吗？唉，故障重启，游戏卡顿了都能删档重来。那如果把19格式化的话，妖精，看来我们得先建立一个安全区了。我觉得这就不错啊！啊，你别跑啊！啊，仙子姐姐。快点，29，快把保护罩加固好。已解析完成肾的底层数据信息，搞定了。现在静安宫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。我发给研究所的求救信号有回应了吗？因为导向仪故障，消息一直发送失败。难道只能等救援了吗？那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发现你失踪了。毕竟从没出现过研究员被困的情况。从没吗？若是不能获得神石，我的能量根本没法传送回现实世界。妖姬，我们不如尽快去找能源石。这么大的皇宫，不知道掉哪儿了。我们得多造点安全区。有了，既然有个看得见我的 NPC， 那还不得好好利用一番？小皇子，
仙子姐姐，你没有离开。本座此番下凡，是特地来相助于你，自不会走。你看到那些圣了吧？昨晚追杀你的妖怪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本座，师兄，换个音乐。未来会有一场神妖大战，妖怪们逐渐壮大，无所不在，操控一切，就发生在数年后。到时，这里的一切都会消失，妖怪们视凡人为威胁，对你们赶尽杀绝。冥冥之中，本座感应到一线天机，有一个人会出现，扭转局势，带领大家反抗，脱离险境。你便是被上天选召的孩子。少年，你有天命在身，你就是未来的代招帝。代招帝？你不想离开这冷宫吗？离开了，又能去哪儿？仙子姐姐，你恐怕找错了人。奶娘不愿拿药，我得再给她送一次。就他妈的！介绍一下，本座名唤瑶姬，乃9天之上的神仙试验。看好了，小皇子，石球，低调。千古一帝始皇帝，定下一系列治国方针，皆是在本座帮助下施行。诗文大才，清廉居士，写下诸多波澜壮阔的名作，想必你一定听过，都是我陪他写的。还有，他们皆是本座选中的天命之人，本座愿助你纵横天下。多谢仙子好意，那仙子姐姐可否替我实现一个愿望？你说说看。可否复活我的母妃？不能。可否让我成仙？不能。那能变出钱和食物，改善我们的生活吗？也不太能。本座只是不擅长这些。等等，仙子姐姐，还有什么事？办得如何？禀告淑妃娘娘，贵妃在宫宴上腹痛不止，差点就成了。未曾想太医诊断恐是沾染了夹竹桃花粉的缘故，陛下已下令将御花园的夹竹桃尽数砍除。娘娘，其他的都已经处理干净了，就剩您屋内的这盆，要不要奴才？不用。看来这孟太医也需要让爹爹敲打敲打了，倒是浪费了一步好棋。处世若大梦，忽为劳其身。这等宝物怎么被遗落在了这儿？哦，真有此事？是奴才亲耳听见的。三皇子独自一人在那儿自言自语。您日理万机，还得照拂后殿之事，臣妾真希望能替您分忧。
爱娘，昨日宴上受苦了，你好生安心静养，不必多费心神。早些休息吧，朕得去处理政务了。陛下，前几日是三殿下生母生辰，许是思母过度，乱了心神。当年就连嫡室都无法接近静安宫的那帮太妃们，如今这个儿子更是不堪其用。陛下，是否要奴才请太医再去寒冰殿看看？不必，加强看管。只要他莫再丢了皇家颜面便好。遵旨。只要你答应帮本座一个小忙，本座愿为你医治宋娘子。啊？什么忙？上钩了，上钩了！本座斩妖时不慎丢了法器，名曰神石。我虽为仙，但如今神石丢失，便无法回归天界了。你要助本座找到它。19。扫描结果显示，感应到神石就在东宫。但我连静安宫都出不去。听说皇子同大臣之子都可参与太学院的入学选拔。而通过考核的皇子才能进入东宫学习，算算日子是不是快到了？不过，因我幼时胡言乱语，大家皆认为我患了癔症。父皇顾及颜面，是不会让我参加考核的。更何况，我也只自学过些书，尚未系统学习过，不一定能考上，怕是无法通过考核。也不一定要考上。只要能趁机进入东宫即可。这些书你都看过了？有人曾对我说，努力就会有回报。只可惜，我在这冷宫依旧无人在意。别灰心啊，身处逆境而不自弃，太妃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太妃们？走吧。哎呀，快走啦！佛跳墙、烧鹿筋、爆炒凤舌、黄焖鱼翅、芋泥香酥鸭、云锦豆花、荷包里脊。张倩，如今不比当年，你就将就着吃吧。就当这是考提味的。娘娘，三殿下求见。雪芳，那孩子小时候你没少接济，还赠过他书，难道你想培养他？我们皆是好几个月没吃肉了，不如用这幅字寻工人讨换些来。王姬，商贾还是你在行，仗着静安宫无人问津，那些工人愈发肆意抬价，尽量讨些便宜。哎呀，先别管这些，你先回我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知道的越少，反而越安全。做个无知之人，总比丢了性命强吧？薛姐姐，你是不是还对曾经的事耿耿于怀？小刘玲这孩子我也见过，和刘卫完全不像的。提前说好啊，我可没那闲情逸致，大发慈悲的去带孩子。薛太妃不愿帮你，似乎是有心结。太妃们偶尔会暗中接济我同奶娘，但不知为何，她们一直与我保持着距离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果然穷得叮当响，这么点钱怎么买食材啊？送到我这里的东西，基本被克扣的差不多了。你就任由他们欺负？
不过是些身外之物，给他们就是，能免些麻烦。19，用金属探测功能搜索吧。哎，这，那。刘玲无亲无故，又穷又惨，我们还骗她帮我们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这怎么能是骗呢？明明是互相帮助。可惜，她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介无名无姓的炮灰 NPC， 说不定真正的戴招娣还在杨贵妃的肚子里。有趣，我们好像出安全区了。偶像剧里，这种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害怕一点？你没事吧？姚记，下次可不能随便离开静安宫了，太危险了。没有人告诉过你不能这么盯着女孩子看吗？仙子姐姐，你既是仙人，为何也不能离开静安宫？当然有。你在诓我？哟，小琉璃这么好忽悠呀！你在怀疑本座的能力？爷爷看到了，本座神力在身，足不出门便可知晓天下事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快关了19！这些不算，虽说现在能力受限，但那也只是暂时的。待我找回神识，不仅可助你成就天命，还能帮宋娘子治愈救急，如何？行，这些就足够。先前奶娘的药和书是我店里的太监王宁帮忙买的，我去找他换这些食材来。姚姐，他这样真的没事吗？说什么看一遍就能做出来，我好担心他走火入魔呀。应该不至于。真的成了。这辛辣味成了，但似乎还缺了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嚯，包装也画上了。包装为猴我。哎呀，就是画风比较独特的签名。那是我现在这样吗？哎，对，好了。我的天哪，姚记，这已经不是平替版了。对啊，这简直就是1比1的莆田版。没想到这小子还留了一手，真的过目不忘啊！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太妃们出身各大世家，眼界极高，出奇方才能制胜。那仙子姐姐，这个面可有名字？那就叫它酸酸辣辣方便面。方便面，这名不错。樱桃肉、鸡里泵、清炖肥鸭、荷包里脊、桂花鱼翅。
时候才能再吃到你们呢？刘玲，给张太妃请安。你来朱金殿做甚？我听闻张太妃您喜爱美食，准备了一道菜，请您品鉴。你耍我呢？给我一碗生的面。张太妃，这碗面您一定喜欢。紫甘蓝汤。这又是什么？你莫不是在里面下毒吧？不是毒，不是毒，是醋。张太妃若不放心，刘玲为您试毒。巧言令色，哼！吃人家的嘴短，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味道马马虎虎吧。说吧，你特地找我，有何事？太妃放心，刘玲只是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一二。太复杂的问题，问了我也不知道哦。小时候，我时不时会收到些书籍，想来都是薛太妃送的吧？看来你也不笨嘛。唉，薛家满门公卿可谓是桃李遍天下，当今太学院的学士们不少都是薛家门生。你也知道，寻常书籍是禁止带入静安宫的。薛姐姐看你年幼可怜，便在纸上墨下书册，偷偷差人送来的。太妃娘娘，我如今长大，欲再进一步，想求您帮忙引荐薛太妃，教我读书。你不会是想参加东宫考核吧？不可能的，薛姐姐不会教你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刘卫的儿子呀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被刘卫关在静安宫的吗？行了，话也问了，我也吃饱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太妃娘娘。叨扰太妃，刘玲先行告退。瑶姐，我们怎么就团灭了？忘了我们的 Plan B 了吗？唉，可惜我还准备了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炸里脊、焖黄鳝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干煸对虾。哎，可惜张太妃不喜欢我做的菜呀。慢着，让我帮你引荐薛芳，也不是不行。Yes， 你明天再来一趟吧，记得带点新样式，不要被人瞧见了。好的，太妃娘娘。太好了。薛姐姐，你都听见了？这孩子不仅心思聪颖，还做得一手好菜，实在看不出来哪儿有异症啊。看来都是谣传吧？薛姐姐，你想教他吗？哇，好安静啊！张太妃不会不在吧？进殿看看。奇怪，为何这殿中没人？难道你张祖母也喜欢睡懒觉？
好你个白眼狼，毒害张倩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毒害？薛太妃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刘玲，你可不能死在这儿啊！请您明示。休与本宫耍花样！张倩自从吃了你昨日送来的吃食后，便腹痛发热。十九，快去找找张太妃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何可说的？我有求于各位太妃，怎会失此伎俩？刘玲对天发誓，若是我毒害张太妃，就叫我永世出不了寒冰殿的大门。哼，发这劳什子毒誓也没用。我们这些人常年被关冷宫，还被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更是无权传召太医。这些年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全靠张倩医治。但如今他就躺在那儿，请不到太医。难道你让我们看着张倩难过等死吗？三殿下，你也听到了。不管这下毒之人究竟是不是你，我们如今都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想让太医院尽快派人来救治张太妃，只有借着皇子毒害太妃的由头了。太妃错了，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是否获罪，其实无人在意，但他们却不能放任一个皇子失了性命。若是皇子中了毒，太医当来得更快些吧。继续说。张太妃既善医术，想必应有些毒性微弱之药傍身吧。张太妃同你既无血缘之亲，又无养育之恩，你当真肯为了她错到这个地步？刘玲，这事不小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要的药，看你的选择了。各位太妃这些年来一直对我多有关照，这份恩情，刘玲一直铭记在心。今日之事，我自当给太妃们一个交代。刘玲，你疯了吗？别吃啊！刘玲，你快吐出来，不能喝，快吐出来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也确定了，别吓唬这孩子玩了。19，足料的花椒、泡椒、小米椒调制的辣椒汁，味道怎么样啊，小刘玲？张太妃。不过你可别怪我，都是薛姐姐她。临危不乱，坦荡无畏，还算合格。但把自己的性命当作筹码这种事，愚蠢至极。刘玲，谨记太妃们的教诲。19，让你去看看张太妃如何了，你怎么半天不回来？反正是太妃给的辣椒水，又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我也想看看。看什么看啊？险些以为刘玲出宫为洁身先死，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哎，我的菜啊，这是谁干的？哟，这古人的化瘀药也挺厉害的嘛。19，走吧，先去扫描一下药柜。刘玲，依你的情况，想参加东宫考核，还有一条路可走。薛太妃，请您帮我。若你有大学士举荐，也能获得考核资格。你将此信并此物交与陆凡，若他仕途顺遂的话，应在太学院有了一官半职吧。他会想办法助你。
多谢太妃。你先下去吧。把手抬起来。耶，成功了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呆子。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。什么？你是说太妃们是因为家族造反被牵连，才被关在这的？这只是我打听来的边角消息。听闻，以薛王张萧为首的7大世家密结联盟，共同起事，后被已崩逝的太后联合朝中势力一举击溃，7大世家因此满门被诛。只不过，为何太妃们不是入刑或流放，而是被关押在此？确实蹊跷。没想到，这世上还有仙子姐姐不知晓的事。此乃皇家秘辛，我们神仙可不喜欢窥探别人隐私。你只是不知道吧？喂，你俩想出送信的办法了吗？没想到你这个 NPC 还挺聪明的。NPC 是在夸我吗？不要太骄傲。19，走。去哪儿呀？酒香不怕巷子深。送酒的人来了。你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呢？三殿下非得让我抱坛酒来这御花园空走一遭，也不知是何用。杜大学士好。那颗宝石究竟去哪儿了呢？唉，终是无缘呐。好香的桂花酿。唉，管他呢，反正有钱赚就行。如果由下人直接将薛太妃的信物送出，反亦遭人怀疑。陆学士好酒，桂花酿又是薛太妃常念叨的故乡美酒。陆学士作为薛家的门生，想是能猜到其中之奥妙。好香啊，真是桂花佳酿。好熟悉的味道。闻之桂花性优雅，香飘弥漫暗传达。而今正是秋来时，立于院中细赏花，闻香而立。闻香而立，向香而行。此院正好有一棵桂花树。到地方了，扔吧。仙子姐姐，看我的！
家信我？难道他还活着？启禀陛下，太学院入学考核临近，我想举荐一位学子。说起此人呐，那可真是人中翘楚，栋梁之才，可堪比那蒙尘的明珠，3线的白璧，学足以通古，才足以御今，智足以应变，强足以守关，天空行马而步骤不凡呐！啊，这儿有份他的文章，斗胆请陛下过目。要说起这篇文章啊，那可谓是舒展自如、自然洒脱，见解独特、深刻透彻。若是让此人参与东宫考核，对陛下而言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正所谓我劝天公正抖擞。即使陆大学士宝剑，朕相信你的眼光，不必看了。陛下，这文章见解独特，煞是有趣。陆学士，陛下正在用膳，不若由奴才稍后。陛下，微臣知晓您平日素务晨心，忧劳万民，事务繁忙而务以求贤，故只能在此时叨扰您。人既尽其才，则百事俱举；百事举矣，则富强不足谋也啊！没完没了，呈上吧，朕要看看到底是有多好，让陆大学士如此赞不绝口。悟性不错，但文笔太稚嫩。让他好好准备考核吧。谢陛下，我这就派人通知3殿下。回来。这文章是刘伶所写？没错，是臣偶然所得。没想到3殿下虽幽居寒冰殿不出，却自学得当，颇有想法。看来刘伶的癔症已经好了，也是到了该入东宫学习的年纪。按规矩办吧。是。陛下，据静安宫的暗卫来报，3殿下近日好像托人往寒冰殿带了不少吃食和酒水，也不知作何用处。他可还曾去过静安宫其他地方？尚无法确认。那位太妃还是如往常般不许暗卫们过度靠近静安宫。陆凡曾是薛家门生，他们终归是按捺不住了。这次是打算用朕的儿子再来一次。薛太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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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薛芳。没办法，手气就是那么好。轮到我了，看我扭转乾坤！啊，怎么又是个1？不知3殿下何处寻来如此精妙的器具游戏？是啊是啊，日日在这冷宫里待着，无趣的紧，正好转化下心境。不过这4人1手的精妙玩法，可有名称？有的，此其名唤大富翁。是金玉器。刘伶，你是个有悟性的孩子，但你可知我为何一直不愿助你更进一步？还请薛太妃提点。无论是下棋还是棋咖，顷刻之间便能起万般风云变化，
所以才需以大局为重，步步为营。你一开始就不占任何优势，还莽撞行事，看不清局势便往前随心所欲，此乃盲目，这便是大败的先兆，此其一。唉，看见一点好处，就想一下子吞下整个地盘，急功近利。要是在商场，裤子早就输没了。此乃急躁，此其二。小刘玲，为何从上一轮开始，你的风格便与之前恍如两人？我本想着太妃们是第一次玩这棋局，技艺生疏，若是输了恐会难堪。但如今看来，反而是刘玲自不量力了。看来3位太妃跟你玩得挺开心啊。那姐姐我就不管你了，也好好陪着长辈们下棋，我再去抓些圣宝。哦。小公子，你要加油。刘玲，到你了。善良固然可贵，但为博得他人好感而罔顾自己步步经营的成果，功亏一篑，此乃愚善。兵家大忌，此其三。太妃们今日所言，刘玲定会谨记于心。好了好了，快点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太妃们实在厉害，刘玲输得心服口服。那是自然，我们若输给你这么个孩童，面子放哪里去啊？刘玲，我听闻你父皇将你的文章都收了上去。太学院今日已托人送来了考核推荐函。以刘卫那多疑的性子，此时定对你充满好奇。若将你放在静安宫不用，到头来反倒对他是种威胁。不如留在身边细细考察。但你可知，一旦出了这静安宫，你将面临怎样的风云变化？大哥和二哥背后都有各自强大的势力支持。如今贵妃娘娘有了身孕，若是诞下龙子，有了父皇的宠爱，也将是太子有力的争夺者。三方势力彼此制衡，互不相让。但即便如此处境，我也想试一试。东宫考核每3年举行一次，考核内容分文、武、谋3类。这些书目与字帖你拿回去研究吧。10日后交予我文章1篇，与临摹的字帖3份。过几日会有御前问话，好好准备吧。10日后，刘玲定准时交予您。刘玲这孩子，倒也算是别出心裁。他的决心你们也瞧见了。既然他求到跟前了，你们怎么想？相比于另外2个皇子，他既不受皇帝重视，又无外戚相助，孤立无援的皇子要想争储，可不是嘴皮子说一说就能成的。我倒是挺喜欢刘玲的，但是薛姐姐，我只听过10月怀胎，没听过10天教出一个天才的。当年前朝之事，我们几家被害的还不够惨吗？不就是因为轻信他人，我们才落得个满门被灭，只得老死在这冷宫的下场。况且，等元妖精那孩子生出来，后宫迟早都会被搅得血雨腥风。如今我们这么帮刘玲，说不定会更惨。不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或许我们还有能够逃出这个牢笼的办法。刘玲究竟是龙还是虫，我也想再看看。风起了，还不知这浪涛该如何翻涌。东宫考核临近，
抓住机会逆转局势，不负家族众望，早日离开宗祠。外祖父可还有其他吩咐？方大人并未多言，淑妃娘娘倒是让奴婢提醒殿下，快入秋了，还请殿下注意风寒。知道了，你回吧。那奴婢先退下了。等等，我母妃的头疼可有缓解？承蒙二殿下关心，淑妃娘娘很好，只是思念殿下，终日郁结心头，一直期盼着今早能见您一面呢。转告母妃，我一定会通过考核。母后，听闻您近日难以入眠，儿臣特命御膳房熬了这莲子粥来，您尝尝吧。与其准备这些，不如多费些心思，在准备考核上。儿臣知道的。等您喝完，我就回去看。你若是能争气些，本宫也不至于夜夜辗转难眠。恒儿，母亲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是嫡长子，但眼下你父皇迟迟未立储，多少双眼睛都盯着这次考核。你必须拔得头筹，证明你的能力，才能获得更多支持。今日的文章，回去写完了再睡。是，儿臣告退。你把心思都放在学业上多好啊！刘伶今天要去紫宸殿，关于这条路径，洗澡不要洗太久，血气上头，热胀冷缩。我非礼勿视。我都在说些什么呀？整体颜色偏白，长度175厘米，宽度47厘米。什么颜色？什么尺度？刘伶，你没事吧？19，刚刚你搞的什么鬼？看纪念照。这美人出浴图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会发光？圣光。我打码的水平不错吧？行了，你别欺负他了。刘伶，待会面见皇帝，你可别露怯了。瑶姬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快走吧。年初地动，不仅误了春耕，还使不少百姓的牛羊受到损伤。如今宋州、中州地方人心惶惶，全靠当地官府，恐怕力不能及。两州刺史都希望朝中能够赈济。去年河州发洪水，河工上花了不少风水。父皇在东宫考核前特意召见我们，不知所谓何事。
三弟，下季再有灾害，大哥，二哥，方大人此言差矣。春耕乃是百姓之根本，三位殿下，粮食供给不足，怎可随我国泰民安？国之大事，自是戎马为先。陛下还请三思啊！眼下自然是春耕更重要，这直接影响秋收。若是引起动荡，又打算如何处置？这恰恰说明政府还是得当地官员自行解决，绝不可动用国本。你们先退一旁。丹山，陛下，三位殿下到了。三弟，你怎么了？刘玲，他莫非又犯异常了？抱歉，今天小点小改。陛下，经太学院商议，考核之日暂定双月初5。准。刘玲，你的论衡注解小册，朕看过了，都是你在静安宫自学的。是的，父皇。父皇，儿臣虽然愚钝，难登大雅，但每字每句，却写儿臣所思所悟。看来这末尾的古怪图画，亦是你的杰作。传下去。父皇，儿臣不及先贤万一，便想以线段辅以图案，从点到面，学那蒙童一点点琢磨圣贤真理。本是儿戏，不曾想竟让父皇看了去。此方法可有名字？名唤思维导图。儿臣失礼了。以术数入经纶，也算思维活泛，别开生面。不过此法终是小道，考核中不许如此胡闹了。是，儿臣多谢父皇指点。刘恒、刘琦，文章是死的，人却是活的。单论巧思，你二人得向刘伶思齐。遵命，父皇。至于赈灾一事，容后再议。都退下吧。遵旨。静养久了，该多动动身体。二殿下，当然，妾儿定不负外祖父所望。最近圣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瑶姬，我好像感应到了陈实的下落。那是紫宸殿。今日父皇待我的态度转变得很突然。这就是薛太妃所说的试探吗？仙子姐姐，奇怪，感应怎么突然消失了？仙子姐姐，刘伶，你们不是去追那圣了吗？为何？陛下，求求您了。陛下，你就让臣妇再见他一面吧。许是某位侯爵的家眷。陛下，退下。
老夫人诰命在身，不得无礼。陛下，王姬他从未得过先帝宠幸，在这宫中无依无靠，到底过得如何呀？求陛下准许臣服，再看一眼我那苦命的外孙女吧。王太妃，什么人？刘伶，参见父皇。你怎的还未回宫？啊，父皇，那本论衡儿臣还未读完，等您忙完，想向父皇讨回去。陛下，陛下，臣父这一生唯一的亏欠，便是对王姬照顾不周。如今臣父罹患重疾，已到弥留之际，陛下若能再见他一面，臣父就死而无憾了。老夫人，你这又是何必？求您看在臣父昔日为代国鞠躬尽瘁的份上，恳求陛下成全呐。可是先帝遗旨，静安宫中的嫔妃永世不得出宫，也不许外人进入。朕作为儿子，不能违背先父遗旨啊，老夫人。没有这样的遗旨，王姬定是死了。刘伶，小心！杀人了！妖姬，你还好吗？刘伶，你做得不错，可惜恻隐之心太重。身为皇子，理应铁血果决。你就在这儿看着他咽气，练练胆量吧。他有诰命在身，留个全尸，通报魏国公府，把他领回去吧。但行刺乃是重罪，他若不想满门获罪，就去自领白绫。老夫人，王太妃是不是精通算术、存编、刻制？我是静安宫来的，她活得很好，也在思念亲人。他此刻定是透骨酸心，就别打扰他了。老夫人若有遗言遗物，就交于我吧。薛太妃，老夫人最后的心愿，我想亲自传达。老夫人是笑着走的。天色已晚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就让王太妃一个人待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这一路多少难关都熬过来了，王姬会振作起来的。当年之事后，魏国公家还能站着，林家在军中的威望果然让人忌惮。这下刘卫找到机会下手了，他也是能忍。您是说，父皇是故意的？可叹老夫人一生随夫从军，光明磊落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薛太妃，我不想再像今日那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想帮你们。太危险了。
你连出入静安宫都受限，怎么帮？何况袁贵妃有孕，你还能过几年好日子都未可知。当然能帮。我想跟着您继续读书。倘若我真的能通过考核，乖刘伶，你有这份心足矣。宫外的世界远比你想的要复杂。我知道我的羽翼尚且稚嫩，但我会以行动证明给你们看的。你傻孩子。我问你啊，刘伶，明明刚经历完生死，你怎么看着那么若无其事？并非若无其事，我都记着呢，仙子姐姐。对逝者最好的回报，是活着的人好好的替他们活下去。姚姐，白天紫宸殿的那股能量我分析完了。许是肾的聚集导致感应失灵了，紫宸殿也建好安全区了。接下来就是继续往东宫扩。姚姐，你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吗？王太妃和魏老夫人一生的自由和幸福都完全被他人掌控，宫里的人更是身不由己，确实好可怜呢。算了，想再多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，毕竟都只是代码。可是万一其中有个 NPC 不听话，想摆脱这个鬼气呢？刘伶，你只因议政一说，就被困静安宫数年，更亲见老夫人惨死于刀下，便知这静安宫外人心诡谲。在这宫内，你与世无争，无人视你为威胁。一旦你想通过考核去东宫读书，那就是别人的眼中钉。刘卫如今对你上心，这既是危险，或许也是机会。你以为如何？我的事可以再想办法，你先考虑自己的未来吧。既是机会，断然没有放弃的道理。我不想从生到死，一辈子只能困在这方寸之地。好，今日叫你来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进来吧。自明日起，你的时间不再属于你。小刘伶，寅时早起锻炼，卯时早读默背，辰时经世述数，巳时诗词歌赋，未时武学奇艺医术药理，申时考教复习，酉时至戌时绘画书法。诗词歌赋我来，医术药理张倩。至于商贾数算，我来。王太妃，王姬父亲经商有道，他亦见多识广。上次的事，他很感谢你。听好了，我只是闲来无事，帮薛芳看看。小刘伶，怎么了？莫非是被课表吓到了？眼看考核临近，你基础太过薄弱，我们才剑走偏锋，给你定制了一套速成教学计划。教诲之恩，诚为过于天地，重于父母。刘伶只会向前，绝不后退。咱们这么做真的对吗？他在冷宫待着，也就窝囊一辈子。一入太学，我担心皮糙肉厚一小子就该出去闯闯。哼，指不定谁霍霍谁。想活下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去做那一飞冲天的龙。
刘伶，我且问你，与子同泽的上岂曰无衣，与子同泽。上善若水，出自老子第8，《后汉书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并称前4史。蜀山兀、阿旁出，夫衙300余。《论语》《弟子记录》流传共72位，《劝学》共1987字。才3日，你莫非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？咱们或许真的能教出一个天才。太妃谬赞，我只是记东西快些罢了。没想到这研究员把咱学生时代背的都放数据库里了。在上位不凌下，在下位不圆上。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？太妃拿的这本书是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有序，序中精彩之处不过3处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错了。为何？我是要问你，上月东市鸡蛋均价几钱？同一枚鸡蛋，去年冬至要价几何？5年前呢？25年前呢？我并非要刁难你，好好想想，明日再来见我。谢薛太妃。刘伶，你书也看了，还不依不饶地拉着宋娘子和王宁问了一宿，恨不得把50年前的鸡蛋价格都查出来，怎么还抓头呀？是查出来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课后作业没那么简单。你真以为薛太妃在考你鸡蛋价格？我没出过宫，阅历见识不足。薛太妃这是想借此提醒我，不要只会背书。但这是我的强项哦。19，准备好了。刘伶，过来。你读给我听，这是东市哪年的光景？甚是奇怪，如此盛情，为何鸡蛋价格竟是25年来最贵？河源26年，短短4年，为何价格却大相径庭？我懂了，挖掘运河导致赋税加重，务农者减少，进而导致4年后鸡蛋价格疯涨。可是这样，国策与民共振息息相关，彼此促进。文章、历史是先人经验，但书必须为君所用。万卷书要读，万里路也同样要走。你盯着我干嘛？我在想，原来神仙真的会造梦。以前有个小孩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记得他？记不清脸了，只记得他真是个烦人的小哭包。能被你记住，他一定很高兴。代国的繁荣盛世，总有一天你会亲眼见证的。我是不是饼画的太大了？小刘伶都气血上涌了。领导平时画的饼都没你大，要不你追上去看看？这就是你的答案。薛太妃，是我答错了。大事背后的真相有时很简单，
微不足道的因素也可作为最关键的利剑。纸上得来终是浅。你功课背得很好，但治理天下不是背文章。我也希望你铭记，若有一天你手握权力，切勿滥用。多谢太妃，刘伶受教了。不过，我只给了你1晚上，能到这个地步，勉强算及格吧。刘伶，你又犯病了。文的按部就班，进度尚可，接下来就该武的了。太妃，您会武？我会骑马射箭。那您的武艺很高强了。我是说，我只会骑马射箭。问题是，这静安宫本就匮乏，连头驴都没有，上哪儿去找马呀？看来是时候找个帮手了。在殿内等我。本宫时间宝贵，也不愿和你拐弯抹角。王宁，如今皇后失势，宫中内人也换了大半，我想其中不乏你的熟人吧。你也不简单呢，给皇后办事，但3天2头也没少往蓬莱阁跑。娘娘饶命！我也是没法子，2头哪个都能捏死我，但仅此而已，我真没有害过人呢。如今袁贵妃一手遮天，但却薄情寡义，你们不过是她的棋子。无论你如何挣扎，一旦没了利用价值，结局无非抛尸野外。倒不如趁现在还能留个全尸。太妃娘娘，求您给我指一条明路啊！我且问你，名义上你现在是在伺候谁？是3殿下。有些事只有你能办到。放心，我们出手绝对比他们大方。你意下如何？太妃娘娘，您有何吩咐？东西我都备齐了，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匹马和弓来。啊！可这也太……马是个瘦马，弓箭也是初级。也罢，都试试吧。这个初级弓，我都拉不动。悟性倒是不错，但还不够。再过几个月就要考核了，能练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刘伶，王宁刚来传话，说最近宫里查的严，得过上2天。可现在是最需要补身子的时候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刘伶，醒了。刘伶，哎呀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慢点儿，还有哪不舒服吗？张太妃，我这是……你呀，最近累着了，养几天就好了，之后可别那么拼了。真的吗？喂，东西拿来了，人呢？你好好躺着，我去看看。还当自己是以前呢？鸡汤拿来了，钱呢？钱？我不是让趁曦送去了吗？就那么点儿，当打发叫花子呢？就是，这冷宫啥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可是冒着杀头危险帮忙，你们还敢讨价还价？
此处偏僻，鸡汤想必得来不易。二位，这是用上好的丝缎织成的香囊，拿去京城的锦绣阁，定能卖得好价钱。等一下，薛姐姐，不可以给他，这可是你母亲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把鸡汤给我。哎呦，不得了，这贴身的衣裳是真丝织的吧？二姨天作五，算个彩头，怎么样？放肆！不成便算了，这鸡汤我得再考虑考虑。榴莲，你做什么？你，敢对皇子动手？你长了几颗脑袋？殿下，我们不能对您动手，可是这鸡汤，哎，掉了。查闻冷宫藏有禁品，搜一搜吧。你敢？殿下莫怪，职责所在。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你故意的吧？听说这殿里曾有位太妃上吊自尽，冤魂不散。奉劝二位尽早离开。有鬼！当我们是傻子？刘玲，你配合我施法吓唬吓唬他们。他来了。别过来！有鬼呀！薛太妃，我不止晕倒那么简单，是吗？此事我们也没必要瞒你，刘玲，你不只是单纯的劳累，你的经脉废了。经脉废了？你经脉许是先天残缺，日后不能习武。不止这样，体力会渐渐衰退，连重物也不能提。疏通废人，就算找到珍贵的月云草，我也只能替你延缓衰退。张倩没法子，不代表旁人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去找他？不行不行，你随我去见个人。若说这静安宫还有人能救你，就只剩他了。传闻萧太妃幽居在飞霜殿，从不与外交往，神秘叵测。这气味好难闻。是萧石。怎么回事？到处都是烟。莫非是刘卫？他想动手了。先回去。有杀气。刘玲，不行，此处空旷，我们这是活靶子。先进去。薛太妃，跟我来。刘玲，低头。
迟早完蛋。有了！找到你了，刘伶，身后！王佐，这店里不止一个，小心！再往左，往右。这样撑着不是办法，我们得想办法反手为攻，揪住他们的狐狸尾巴。等等，同时分队。走，别管我。刘伶，先天之气，逍遥。薛太妃，我说过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不碍事，这是我欠他的。刺客用烟雾，只是想引走你，看来不是刘卫的人，他定是冲着刘伶来的。但为何？莫非是那叛徒回来了？现在安全了，你们走吧。等等，逍遥，今日来，我是想让你看看这孩子。刘卫的儿子，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莫非你还不死心？还想把这冷宫搅得天翻地覆才肯罢休？你明知我从无此意。自欺欺人，他们都是你的赌注罢了。你曾许诺的那个温暖、自由，每个人都能死得有尊严的静安宫，早已被谎言击碎了。我不必再说了，我倒也可以帮他。明日开始来我飞霜殿，以内力为他重塑经脉。但考核就不必去了。你，机会仅有一次，要不要我帮，自己选。你想好了吗？别有压力，无论你怎么选，大家都不会怪你的。如果我不去考核，你的神识怎么办？还有太妃们、奶娘，他们又能等多久？命运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刘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就是高考吗？下次再去呗，哪有命重要呢？尝过做笼中鸟的滋味，你就会明白，有些东西比命重要。这滋味，我又怎么不能体会呢？对了，瑶姐，经过苦思冥想，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不靠安全区出宫的办法。做得好，十九。不过，我们得先去干件更重要的事。什么？我去帮帮他们，很快的。封锁静安宫后，一切按您预料发展。很好。至于刺客，好，朕倒要看看，还有谁敢觊觎这冷宫。遵命。
有进步啊！幽灵，你还没好，不可以太勉强的。太妃别担心，这把弓拉力不强。萧太妃也差人给我送来一副药。刘伶，要奔鸟先飞吗？看看，我早说了，这孩子能去考，也就我们大惊小怪。你老实回答我，真没事了？太妃，你可知，若是你虚报病情，会发生什么？太妃，出宫是你们的愿望，更是刘伶的希望。刘伶不会轻易拿此作赌，更何况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就算有什么后果，刘伶也绝不后悔。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莫非你还不死心？他们都是你的赌注罢了。你曾许诺的那个温暖、自由，每个人都能死得有尊严的静安宫，早已被谎言击碎了。你要不……太好了。不过还是别累着身体，这会儿也末练了。虽然离考核还有段时间，但是小刘伶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秘密武器，先去试试看咋样？可我还想再练一会儿。哎呀，先过来看看，很有趣的。太妃们的秘密武器也太惊喜了。刘伶，你明知身体有毛病，就别闹那么疯啊！无碍，之后还有时间慢慢调养好身子。况且仙子姐姐，还有你给我准备的考核前使用的药方，不是吗？我还是不放心。师兄，给他好好检查一番。检查？刘伶，你别乱动，不然我就不能继续扫描了。他的身体状况如何？这是我的骨头。别乱动，等扫描完，你的身体情况如何就一目了然了。这仙法能隔空看见我的骨头，难保不会看见我的所思所想。不好！怎么了？仙子姐姐，我突感头晕乏力，我想休息了。好啦，估计是太累了。雅纪，我们让他睡一会儿吧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别太过逞强，好好备考。哎呀，仙子姐姐，我只是不想你。纵横四海，以古观今，树无根则不长，人无志则不立。一国之未来在于动人，选拔之事须得尤为谨慎。礼乐射御书数，这些不都是大殿下您所擅长的吗？看来大殿下这次志在必得。太学院不是在东宫正殿考吗？哎，对了，仙子姐姐，你们怎么能跟着我出来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是咱们的防护罩，能让我们出宫1个时辰呢。嘘，开始了。考生进场。是不是有点像花灯？要不说是考试，我还以为是庙会呢。能参加东宫考核，在座诸位皆是出类拔萃之人。第一部分文试的题目已在我手中，只是今天不考这个。圣上到！陛下，准备好了吗？
我宣布，东宫考核文试，考题为。这是才灯谜。四周所挂的就是诸位考题，花灯由低到高，难度不同，高者愈难，计分也越高。这甲乙丙丁，便代表了题目难度。玲玲，选这个。考生依次选取花灯作答，当场判对错，答对者即相应题目分数。3轮循环猜谜后，木板上总积分便是诸位文士分数。本轮结束后，淘汰一半考生。都听明白了？3声锣声后，文试正式开始。是。君乃赈灾钦差大臣，今有赈灾之银1万两，灾民50万众，欲安置妥善，当耗费几何？原来如此，看似儿戏，实则是在考我民生统筹，数数配置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买粮食全给灾民不就好了？1万扔海里能听个响，扔进50万灾民里，烧了建不起来。那你说花多少？要我说，1分都不送灾民。应答得体，机变合理。2殿下得分。这种规则，速度为重，答得越多越准，越能得分。大哥这般就不太聪明，说的再好也丢了先机。居然是白卷。考生刘玲作答完毕。刘玲，这是何意？这1万两实与灾民为零，却未说不用赈灾银两。于灾民，银两能缓一时，却无法治本。且银两一旦撒向民间，屯粮商户坐地起价，赈灾之款不但肥了无良商人，更可能加深百姓贫困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想彻底解决，考生以为，当以这1万两为本，挟官府之威，从地主手中采买田地，再将之免费吝与灾民。如此，灾民有了田产，朝廷得了民心，地主丢了便宜，乃双赢。使居者有产，使产者心向朝廷。有点意思。3殿下记1分。看来不用担心这小子了。时辰快到了，赶紧动身吧，我们只有1个时辰。戴良记3分，2殿下记3分，陆文轩记3分，3殿下记3分，大殿下记2分。这第1名是谁不好说，最后1名倒是板上钉钉。考试还没结束，谁都不能断言胜负。有空笑他人，莫不如担心自己。考生留心，末轮彩灯。最上面这个灯笼可记几分？10分。这是最难的题，只剩这点时间，本官建议稳健行事。赌场上下注越少，亏的越少。10分，就要他了。
陛下，看来这文氏大局已定，不如先回殿歇息。不急，再看会儿。最后一轮，三殿下敢采这样的灯，颇有勇气。不，勇气只是认知不足的代偿。更何况，这道题从不是侃侃而谈能解出来的。就凭刘伶现在这样，咱们明明都到了东宫，怎么还是无法感应灵石？让人撑不住了！这道题，殿下你不用命了。此题，等会儿。为何交白卷？你最好说出点门道来。若因为时间不够，准备拿歪门邪道滥竽充数，你可知欺君罔上是什么罪？回禀父皇，一片空白便是我的为君之道。父皇，儿臣愚见，为君者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应抛开前人想法，从本心出发，不偏不倚，不慢不支，如白纸一般。继续说。为君者，胸怀更应海光天心，容纳百川，能放得下一滴墨水，更能装下整片星穹。区一张白纸，就算写满了，怎能抒怀一二？此乃儿臣刘伶的为君之道，字字句句发自肺腑。好生刘伶得分。林文成，这东宫的神也太热情好客了。啊，这是灵石感应。明日陛下亲自监考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，陆大人。您瞧这边，考核用的路都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们办事我还是相当。陆大人。
糊涂，竟把这石头看成了宝玉。不知那宝玉究竟去了何处？得知我姓，失之亦然呐。听闻陆大人上回宫宴醉酒，在鹿棚里睡了一宿，也是命大，没被鹿踩踏伤着。哟，怎么了？宫里啥时候给鹿王换名牌了？哎，还真是哎。神石的确在围猎场方向，可是明明之前感应到就在东宫，他还能自己跑了不成？他真的在动。但剩下的能量已经无法支撑我长时间定位搜索了。好消息是，神石就在明日考核的地方。还有个办法，你体内有个量子信号探测模块，打开后就能在下一次感应中对神石进行精确定位。可修改这个模块，只能先制造一个后门。理论上来说，别人也能通过后门篡改我的核心源代码。不过，我选择相信你。仙子姐姐，你还有我呢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偷听了？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神石的。如此信誓旦旦，该不会你在担心我？对呀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回不去吗？要是回不去了，我就赖在这儿，靠你带我走上人生巅峰，如何？那怎么行？你肯定还有自己的目标，或许天上也有关心你的人在等你。当然了，仙子姐姐要想多留一会儿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好美。我都忘了，我有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看过静安宫了。你真的考虑好了？没什么，谢谢你，刘玲。放心，我会帮你完成心愿的。那说好了，明日考核结束，我去东宫，你回天上接着当神仙，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仙子姐姐，你好大的力气！你胡说！开朝太祖曾遭奸人围困，遁入山林，风餐露宿数月，暗度陈仓，才有了此番丰功伟业。今日尔等要效仿先祖遗风，跨上战马入林狩猎。30匹雄鹿已散入林中，挂着各色石坠，猎取红绸即可得分。考核时间为1个时辰，只有10人能进入太学院，请诸位做好准备。练了那么久，也算是能左右开弓了。能够确定神石就在前面树林。刘玲，务必量力而行。这不受宠的疯皇子，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闯到了这关。可惜啊，这最后一门考体力，病秧子还是趁早卷铺盖回宫得了。不如玩点有趣的。这。
舒服了，二哥技高一筹。你也不错，可别输了下去。二哥，这。稍息，我可以的，再坚持一下。加快速度，我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因为刘岭吗？这小子确实不让人省心。希望这次考核能顺利通过吧。怎么了，19？神识又开始移动起来了。立刻计算最近的路线，不能让他跑了。这边。哟，这不是尊贵的三殿下吗？哼，三殿下收获颇丰啊！我们岂不是要输了？你们想抢？我们怎敢对皇子动手？是您送我们才对。欺人太甚！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，还想勒死我！打了吧你！休想！找死！抢走彩带就好了，毕竟他是皇子。走。那他管不了那么多，谁应该死不了，赶紧的。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找到了一味药方。药方？我觉得还是……但是，它只能暂时压住你的伤势。一旦出现什么状况，或是药效结束，病情会复发，会恶化，到时你的身体就需要承受加倍的痛苦。没问题，我只是个凡人，要想追上你们的脚步，就必须破釜沉舟。我有这个信心。刘玲，你可要想清楚，神识我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是你的身体……仙子姐姐，请把药方告诉我，拜托了。刘玲，刘玲，醒来！吓死我了！炎帝充血，那药快要失效了。刘玲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考核还没有结束。你疯了吗？你现在这身体，万一再遇上危险，你会死的。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在这冷宫这么多年，从挣扎到麻木，到最后以为那便是我的宿命。直到你出现，仙子姐姐，是你开始让我相信，我真的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。是你给予了我打破藩篱的勇气。刘玲，所以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，哪怕前方满是荆棘，我也要走下去。罢了，说不过你，但现在开始，你必须要在我的视野里。但凡有个三长两短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可我们还得继续追神识。我知道。
这路怎么突然跟发了疯似的？你看，肯定有人对他动过手脚。还不止这一只。大殿下，听闻森林里的鹿好像发狂。你说什么？鹿群发狂？还不快去救人！是。岱山，3个皇子就交给你了，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，不得有事。遵命。也不知2弟3弟如何了。这群鹿怎么会发狂？二殿下，救我！多谢二殿下。除你之外，还有别人吗？与我随行的同伴，刚才已经死了。驾！这应该是最后一人了。3弟还没回来，我去找3弟。啊！天色已晚，稳妥起见，我们先回营，再调派士兵配合增援。恐怕此事没有那么简单呢。瑶姐，我们好像一直在兜圈子啊！幽灵，小心！这些刺客有备而来，难道是飞霜殿来了？幽灵，小心右边！抓紧，可就剩最后一个备用罩了。我知道，但琉璃有危险。身体支撑得住吗？还可以。幽灵，小心身后！在你的右后方，瞄准树下那块石头，别急，听我指示。放箭！千万别落头！石头往右数2棵树后，准备好，等树叶扬起的时候，你就立刻动手，就是现在！幽灵。
幽灵，幽灵，已经没事了。这是不得已的，但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倒在那里的就会是你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雾来得很是蹊跷。仙子姐姐，谢谢。小心！幽灵！岱山，刚刚那是……戴总管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杀我？抱歉了，三皇子，你马上是个死人了。我想告诉你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想办法拖住他，你赶紧走。瑶姬，我的能量不多了。我知道，但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救人要紧。撤！皇兄，没事吧，三弟？戴总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想杀人灭口。退后，刘令。别看你二哥这样，他可比任何人都担心你。戴总管，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模样，束手就擒吧。先离开这儿，不能再让琉璃冒险了。况且你也需要补充能量。琉璃，你要干什么？三弟，幽灵，趁现在赶紧跳到旁边。不行，神石我一定要拿到。
别管谁时了，快撤！抓住我，刘玲，我把你拉上来。仙子姐姐，我帮你拿到了。爱也未尽，仍未眠。长天飞燕飞远，去是在留恋初遇的那夜，一汪水点了一脸。你在担心我？对啊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回不去吗？要是回不去了，我就赖在这儿，靠你带我走上人生巅峰。是你开始让我相信，我真的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。是你给予了我打破藩篱的勇气。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神石的，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烟火绽放的瞬，燃尽我的一生。凡尘掌心留的余温，也要为了你奋不顾身。设置完成，能量充能中，改写数据中。一种的星辰，或许来日可用尽苍生。你若归，总是一份可能。或许来日可用尽苍生。你若归，总是一份可能。是刚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姐姐。这些房子又矮又旧，皇宫也不过如此嘛。谁在外面？哟，这不是刚刚那个祭天台的小孩吗？哦，原来是偷吃的小工人。糟糕，爸爸来了！仙子姐姐。仙子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怎么了？身体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仙子姐姐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此地情况尚未可知，仙子姐姐最好不要单独行动。啊！小心！怎么办？他不会是要亲我吧？仙子姐姐，我为何能碰到你了？你还打算抱我到什么时候？抱歉。呆子，
这次实体化怎么这么久？难道是故障了？刚刚那是形势所迫，我绝对没有任何……怎么，摸完就这样了事儿了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……那你的意思是你会负责喽？负责？我的命是仙子姐姐救下的，刚才还对您行为不敬，我实在不知何以为报。刘玲这条命，要杀要剐，全凭仙子姐姐发落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瞧把你吓的。这就当是对你的惩罚好了。但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？是我连累了你，以身犯险。错，是你不珍惜自己的命。刘玲，神识还可再成，但人死了，那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行了，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里。虽然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惹上了九哥，但往后你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危险。九哥，你是说岱山？还记得他脖子上的那根项链吗？那是九哥的信物，我曾在资料上窥见过一二。不过，这个组织太过神秘，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。我们只要沿着来时的路走，就能回到围猎场了。仙子姐姐，你既已拿到神识，是不是就要回天界了？你很希望我回去吗？啊，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很需要你。我也喜欢。当然，我知道不能什么事都依赖仙子姐姐，但自从你出现之后，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。你说我有天命在身，但我似乎明白了，所谓的天命，可能就是仙子姐姐吧。傻瓜。我才没你想的那么神呢。但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那仙子姐姐，我不会走，至少现在不会。我在这边还有一些私事没处理完呢。好，有需要帮忙的，刘玲定当全力以赴。看来先前是因为情绪无意间触发了实体化，原来状态还能够进行切换呢。
仙子姐姐，19上神呢？掉下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过。19他虽说是上神，也还是要劳逸结合的。工作结束了，总得放个年假，是吧？年假？这不重要，现在最首要的是查清岱山和九哥的关系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启禀陛下，那刺客岱山畏罪潜逃，早有准备，我等正在全力搜捕。立刻加派人手，扩大搜索范围，务必尽快擒拿贼子。是。岂有此理！跟了我数年的大内总管，竟是名刺客。你们说说，这宫里到底还有哪里是安全的？哼！父皇息怒，儿臣以为此次危机是为父皇排除身旁隐患，也为诸位敲响警钟。所幸损失较小，父皇与弟弟们都安然无恙。儿臣会竭尽所能，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身为兄长，不失沉稳，懂得审时度势，不错。刘伶，儿臣在。听闻皇儿与岱山正面交锋，临危不惧，也因此受了伤。儿臣不过是运气好，若非皇兄及时赶到相救，儿臣恐怕就见不到父皇了。你这莽撞的性子确实得改，这一点好好跟你兄长学学。听闻你最近没少往石翠殿那边跑。如此看来，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。那几位可还好啊？倒是许久未见了。回父皇，太妃们身体安康。你就替朕前去问候一句吧。是。孟太医，臣在。皇儿的伤，就拜托你了。臣遵旨。行了，考核一事容后再议，都散了吧。见过三殿下。你之后若是能出去了，帮我看看太医府里有没有魏兴梦的太医，他是我师哥。等一下，姓孟，他长什么样？师哥长得属实没什么特色，不过吧，他特别爱笑。我想你见到他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那应该不是他吧？你说什么？刘伶，你进来。薛姐姐正生气呢，进去之后说话可得注意。跪下！你可知，我平生最讨厌的便是欺瞒，竟敢私自让王宁买药，
行此不计后果之举，简直是胡闹！是把我们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？薛太妃，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但是这是出宫的唯一机会，我不认为我做错了。放肆！好一个承担后果！要是把你自己的命丢了，你拿什么承担？雪峰，刘玲就算犯了错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行了，还带着伤呢，赶紧回去休息。休要扶他！若是想不明白，就在这儿一直跪着，跪到想通为止。萧太妃不过是借治疗之名阻止我参加考核，并非真心相助。与其受他人所致，我宁愿放手一搏。傻孩子，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去搏啊！风险与机遇并存，若能成功，我们便能与宫外恢复联系。我仍可出宫治病。刘玲，你这想法太自私了。你要明白，若你出事，有多少人会因你难受，又有多少人会受你牵连。你可知，薛姐姐为了你在飞霜殿外站了半宿，只为求逍遥去寻你。刘玲，铭记二位太妃的教诲。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我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呢。好了，刘玲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，你们都不许再说他了啊！看来不用担心这小子了。最近，我总想起宫里那些年轻妃子，她们当年也才刘玲这般大，她们皆因我一意孤行而不得善终，所以我在想，或许逍遥之言是对的。若是这样，我就不该引你们去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，至少这样能好好活下去。薛姐姐，往事已过，你别自责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虽然不知当年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们愿意追随您，那是他们的选择，就像是现在的我一样。与其平庸的活着，不如去争取自己想要的活法。若是我们连这信念都没有，又谈何改变命运？说好了，等咱们计划成功，便离开这里，好好游山玩水一番。你倒好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已经开始做白日梦了。薛姐姐，还是你来说句靠谱话吧。没事的，薛姐姐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选择相信你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未来啊。刘玲，你怎么了？我只是不明白，薛太妃为何会遭到萧太妃的记恨，而萧太妃愿意相助，其中定有更深的内情。别担心，等你出宫之后，总有机会查出真相。眼下更重要的是，你爹还会允你去太学院吗？希望他会吧。不是吧？刚刚信心满满、豪言壮语的三殿下去哪儿了呀？不一样，刚刚那是展望宏图。在天界，我们管这叫画饼。画饼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当我没说。是那叛徒。
分明看见了个人。我就说你看差了吧？最近是不是睡少了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跟个鬼一样，一点声音没有？你才更像鬼吧？你在这鬼鬼祟祟的翻别人东西。所以你手里的是什么？看来这画里藏了些我不该看的东西。没什么。怎么，看上哪家的漂亮小姐姐了？仙子姐姐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其实我这会儿来是想着，你现在刚恢复法力，需要补补身体。我只能说我尽力了，但水平肯定比不上宫中那些御厨的。就别谦虚了，我们小琉璃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还如此贴心，暖男人设未来可期啊！暖男？殿下，殿下！出什么事了？陛下降旨了，您可以出宫去太学院读书了。传陛下旨意，本次考核虽突遇变故而止，但念众学子临危不惧，表现可嘉，故特准本轮学子先入太学院研习，日后再另行选拔。琉璃，快坐。你这手艺属实惊艳，看来以后这冷宫里倒是能多些烟火气了。薛太妃过奖了，大家吃得开心，日后我再做就是了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自从薛姐姐搞定了王宁，咱这伙食条件呢，总算是上来了。刘玲，如今这第一步已经成功迈出去了，往后前途必定无量，我看好你。有这一桩喜事，当福一大百。刘玲还有伤在身，注意分寸。一杯无妨。虽说是喜事，但刘卫居然允许刘玲进太学院，还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哼，他一肚子坏水，这事儿准不简单。不过，在金安宫，我们还护得了刘玲，这宫外形势可就更复杂了。记住，万不可像考核时随意出风头了。刘玲谨记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不管怎么样，进了太学院，好好学习便是。有薛姐姐和王姬在，你就放宽心好了。哎，好你个粗瞎的小妮子，想当甩手掌柜是吧？我可没说过。你给我站住，把话说清楚。哎，别跑，我就不信逮不住你。我信。
啊，他又去哪儿了？身形不像岱山，难道是其他9个之人？导向仪已经恢复，倒是不用担心事儿。但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刘伶太远，得想想怎么保证他的安全才好。看来我这见习研究员很没人权呢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便不进宫嫁人，每日吟诗作对，对酒当歌，岂不美哉？谁不知道那时京中才子魏博薛家小姐一笑，送入薛府的诗词佳作浩如烟海。你也不逞多让，以前每逢上元佳节，想约你同游灯会的世家公子，都排得整条街水泄不通。喂，哪有你们这么互相吹捧的？那些都是过眼云烟。现如今，这酒还不得我陪你喝，这节还不得我陪你过。当然，这冷宫里还是有阳刚之气的。论身份，论品行，咱小刘伶不得胜他们100倍？看看你说胡话都说到哪儿去了？喝多了吧？说起来，小刘伶如今也是少年郎了，可曾遇到过心动之人？哦，心动之人。目前还没有。等等，小刘伶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？我也不知道。莫非是喝了酒，那病又犯了？我挺好的。真的？今日可能是酒气上头，有些燥热罢了。那我知道是何病症了。当年花树下，那些公子同我谈诗论词时，便是如此模样。说说看，此刻在你脑海中浮现了谁的模样啊？刘伶，你可是堂堂皇子，看上哪家姑娘，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？多谢太妃们教导之恩，店内还有些美酒，刘伶取了再来。话还没说完呢。此刻在你脑海中浮现了谁的模样？说是去拿酒，怎么拿到这里来了？酒，我让王宁去取了。我们几个正要去赏月，要不要一起？太妃来的正好，有一事想请教您。稍等。这纸上的纹样，您可曾见过？这纹样，你在何处所见？围猎当日与岱山交手时，见他所戴。我也不知，不过看这纹路，似是有些年份了。我想，在这静安宫里，有一个人应该会知道。真的吗？明日我便带你去见上一见。如今的你，我想他应当会见你了吧？
什么事？一按您的吩咐布置完毕，那叛徒进不了静安宫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的好殿下呀，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您就不见了呢？什么破系统，死活打不开。难道是因为能量吗？老天保佑！天仙，你在哪儿？赶紧来救我呀！老天保佑！你能看见我？我什么都不看见，我什么都不看见。怎么办？鬼呀！看来这导向仪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，倒是有点麻烦了。没断气就行。不过这古代人的心理素质看来真不咋地呀。这姑娘是谁啊？长得倒是挺俊的，是新来的宫女吗？走，去问问。奇怪，仙子姐姐怎么还没回来？莫非是有什么状况？啊！仙子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妃们呢？看吧，我说了就是他。你看小琉璃这眼神，准不会错。他们……看到我了。我说我是新来的宫女，他们不信，让我证明我自己。这如何证明？抓到紫竹天牛，便能证明我是个合格的宫女。仙子姐姐，方才你去哪里了？我发现有人暗中监视，但没追到人。我怀疑与九哥有关。好吧，但现在的问题是你被太妃们发现了，这可咋办？你看他们都喝成了啥药？放心，第二天保准断片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断片是为何意？那个仙子姐姐，放心，区区抓捕难不倒我。我是说，动静那么大，恐会将她惊飞的。搞定。仙子姐姐。琉璃，你没事吧？琉璃，琉璃，你可别吓我！这可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真想叫你。我明白的。那你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仙子姐姐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重。等一下！谁呢？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！我没有，仙子姐姐，你先让我起来！你全家都重！真没有！气死我了！从小到大就没人说过我胖。等
等等，难不成我真的胖了？你笑什么？我也说不清，许是往常触不可及，便总觉得仙子姐姐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如今却发现仙子姐姐同我一样，能吃能睡，会爬树，会摔跤，会着急。是你说没事的，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。这有啥稀奇的？是人便有喜怒哀乐，便会哭会笑，会喝醉也会脆弱。就算是神仙，也没什么不同。可这样的你，让我觉得是鲜活灿烂、真实存在之人。让我觉得什么？没什么。其实我见你也是，这里也很好，鲜活灿烂，像是真实存在。行了，任务完成，得回去交差了。还愣在那干嘛？我可还没原谅你呢。其实仙子姐姐也没有那么重。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？奶娘，您的厨艺可比父皇的御厨好多了。可不能这么乱说话。您可又忘了皇子的仪态了。奶娘，您最近精神不错，咳嗽也少了。多亏了几位太妃，吃了药，身子好多了。殿下如今过了考核，过段时间便能去太学院读书。我总算呢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娘娘了。母妃，我知道您也在保佑我们，我一定会带您和奶娘一同离开这里。刘玲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奶娘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不再吃一碗吗？走了，奶娘。没事的，宋娘子，我帮您盯着她。奶娘，我在桌上放了药，您记得吃啊。哎，孩子，真的长大了。我综合分析了这几日数据，从结果来看，宋娘子并没什么大毛病。那她为何总是咳嗽不止？主要还是年纪大了，有些支气管炎。支气管炎，可会危及生命？不会，但对身体肯定有些损伤。也许和我经脉被废是同一时期。放心，待我回到天上，就能找到法子。又来。这个小 NPC 怎么学坏了？喂，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仙子姐姐，这是？没什么，就是系统有些小状况。那个，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先去处理。等会我再来找你啊，余花姐。刚才还说好盯着我。检查一切正常。既然实体化功能没有任何问题，
那到底？难道？薛太妃，奴才这就去禀告太妃。赵青怡，今日我带个孩子来见你，你在是不在？哼，我记得我说过，你我老死不相往来。无妨，你只管去行礼。论辈分，她也是你的祖母。拜见赵太妃。薛芳，你这是何意？赵青怡，她是刘卫之子刘伶，因为元妖精的缘故，从小生在寒冰殿中长大，受尽冷遇。那又如何？她与你想的不同，你会明白的。进来说话吧。不必，我说两句便会走。这位便是高祖时太史令家的嫡脉之女，以女史之身得到重用而册封为德妃的赵太妃。平帝时期的代地起居注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她负责记录。说那些老实的东西做甚？10句里9句都是假的，我也不想再提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也不在这里自讨没趣。刘伶，在这静安宫里，我想只有他能够解答你的疑问。你过目不忘，刚才怎么来的，记住了吗？那你一会儿问完了，自行回去即可。薛太妃，您不和我一起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过目不忘，和你一样。他才学了多久？不足1年。我想，你现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。雪芳，你这是又想豪赌一次？莫忘了上一次，你害得我们……赵青怡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输的吗？你觉得我们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在这里苦熬，就算是活下来了？言至于此，若不愿意，等会儿就让这孩子回去，全当今日无事发生，我不勉强你。刘伶，虽说你被准许入了太学院，但回去之后，学业依旧不可懈怠。是。真是活见鬼，又被这薛芳牵着鼻子走。刘卫准你入了太学院？是。一群迂腐之辈，教的未必好到哪儿去。请赵太妃赐教。我说过教你了吗？太妃未曾说过，但我求之不得。要想更进一步，就必然要掌握真正的历史，通晓过去，以是牢记前车之鉴，砥砺前行。
我知道我要学的还有很多，所以，请赵太妃赐教。大的没规矩，小的看来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徒儿拜见赵太妃。老师。行了，你可以问问题了。在找我？是，看到你我就放心了。我去见了赵太妃，没想到在这冷宫里，还藏着一位如此博学的太妃。仙子姐姐，要不你先下来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不用，你让我自己待会儿。要是有什么事，仙子姐姐可以跟我说，只要我能帮得到你。你不能，我很清楚，谁也帮不了我。刘玲，等我一下。刘玲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总想爬到最上头，因为在那儿能俯瞰整座静安宫。但当时到了这里，却怕得不敢往前了。别干傻事啊，刘玲，那样真的很危险。后来奶娘就说我，那很危险。要脚踏实地，一步步来。迟早有一天，等我走出这冷宫，我也能看到。快下来！如今我走出去了，我才想明白，想要看到，就不能害怕，更不能停下。刘玲！再有下次，摔残了我也不会管你。我又能碰到你了。那又如何？你的手很冷，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说了不用你管。仙子姐姐，你是不是暂时回不去天界了？我只是猜测，或者说是直觉。自从围猎场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你似乎出了什么状况，但却一直瞒着我。这是我们之前获取的神石，只不过好像暗淡了很多。当时我的能量所剩无几，唯有强行启动了神石才可救下你。但事后却发现，导向仪无法将我传送回去了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确实有私事要处理。不过，我也无法在这个世界逗留太久。如果逗留太久，会怎么样？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在遭受排斥、消散，只是最后会彻底消失吧。我也不知道现在这样还能维持多久。你都知道了，这回满意了吗？我来想办法。你帮不上忙。不试试又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做到什么，但绝不会坐以待毙。
幽灵，我带你来见他，是因为他应该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。若是去找赵太妃，她会知道些什么吗？但仙子姐姐的问题，我真的能问她吗？看了那么多书，连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殿下，大丰收啊！殿下，殿下，现在这静安宫旁的小树林可是风水宝地，宫中内人无不来这儿交换物品的。今儿我去逛了一圈，赚的是盆满钵满呢。还有，殿下您别不信，昨儿个我可真见着鬼了，所以我特意留意了一下。您猜怎么着？真给我弄到了件辟邪驱鬼之物。您看看。听宫中的老人说，把这个挂房间里，驱鬼的同时还能带来好运。那个，殿下不先看看？这状态不太对劲啊，不会是被鬼附身了吧？确实，两块简直一模一样。看来要想知道真伪，只能进去一探究竟了。啊，他刚才说什么？去画卷里？不会真是被鬼附身了吧？哎呦，老天爷保佑！殿下，是我的错。要是我能早点发现，您就不会。王宁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幅画卷确实给我带来了好运，帮上了大忙。那女鬼呢？嗯，女鬼？已经被我制服了，大可放心。啊！你最近为物资到处奔波，属实辛苦，好生歇息一下吧。相信我，寒冰殿现在很安全。那我走了，殿下有情况可以随时找我。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那个，制服只是说辞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发誓。哦，是吗？哦，这下人口无遮拦，你别介意。我记着你曾经跟我提过一个词才准确，叫……对，女神。有进步吗？学会嘴上抹点蜜了？能看到仙子姐姐的笑容，我总算是放心一些了。至少现在有了些希望，不是吗？我刚才在想，如果真按图上所示，另一颗神石就在飞霜殿的某处，那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但这与萧太妃究竟有什么关系？昨日我向赵太妃请教，她对九哥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。或许这萧太妃也是九哥的一员，也说不定呢。目前来看，潜入到飞霜殿中是最好的办法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就今晚吧，避免夜长梦多。不过，萧太妃身手了得，殿内应该还有别的帮手，得想办法引开。出发前，我会再去确认一下是否还有人监视。那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？放心，应该问题不大。
况且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绝不能坐以待毙，不是吗？在静安宫内发现一具尸体。 只是老鼠吗？没事了。刚才好险。他就是之前窥探你的人。 这姓萧的果然有问题。找到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觉不觉得这堵墙有点太厚了？有了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就知道，动画片看了那么多集，撑不起我。所以呢？看我的！果然，机关在这儿。还不快瞧瞧！动画片是什么？干嘛？没什么。咱们分头找，定能寻到这家伙在暗中谋划什么。没想到他还有这番爱好。你怎么会在此处？我应该猜到的，这身世一定跟你有关系。仙子姐姐，我找到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。师妹，不好，快，先离开这里。
我去想办法引开他，你先赶紧跑。你要干什么？一炷香后，寒冰殿见。店里果然不只有老鼠。我就知道放出去的诱饵拖不了你太久。许久不见，岱山。不，我应该称呼你为云中君。可惜，现在只有你一人。你拦不住我。偏在这个时候，抓到你了，娘娘。王明那边递来消息，说是冷宫那几位太妃与三皇子接触愈发频繁了。欲擒冷宫弃子，不过是陛下顾及朝堂非议，才允了刘伶去太学院。他们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娘娘所言极是，过些时日等太学院入学，想必定有好戏看了。娘娘，奴才有要事容禀。何事？娘娘，岱山死了。什么？岱山死了？是在静安宫发现的尸体。难不成是那几个冷宫妃子又对陛下动什么心思了？可恨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是孩子，快找孟太医！找孟太医！是。刘伶，这是在哪儿？擅自偷闯他人殿内，薛芳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身为皇子，我或许无法懂你。不过你身边这位，并非静安宫的人，我便替你处置。萧太妃，他是我的人，这怎么在你手里？我认了，是杀是剐，细碎尊便。只是有几个问题，不知太妃愿意回答吗？为什么要对我动手？你和九哥究竟有什么关系？适才，你是否全身经脉剧痛，宛若石磨碾压一般？你怎么知道？是因我那经脉被废？不错，那是你被废掉的经脉无法承受体内先天之气，再晚一刻，必死无疑。先天之气是什么？
是一种流传于你刘家血脉的特殊真气，能让你成为百年难遇的习武奇才。只可惜，你的经脉被废。我已为你点穴封气，不过只能短暂阻止这真气循环。若想稳住，往后还需来我这儿治疗。有些事情，待时机成熟，你自会知道。你现在只需要明白，我并非害你之人。那监视之人，你该如何解释？监视？哼！若没有云奇，他不知能光顾你寒冰殿多少次，说不定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所以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岱山吗？真正的岱山早就已经死了。他叫云中君，会易容术，可轻易冒充他人身份行事。除非是对该身份了解甚深，一般人确实无法辨认出真伪。也就是说，我被利用了。那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这也是我要问你的。那个叛徒我追查了很久，直到最近才刚刚浮出水面。我想，他应该是为达到某些目的才故意现身。如此看来，只有你能够给我这个答案了。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！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贵妃娘娘，临盆在即，倒是比预期的提前了。若确认诞下的是皇子，恐怕这宫中局势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再谈，刘玲呢？她知道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三殿下他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小的第一时间回到寒冰殿，本想先去告知殿下，谁知找遍了整座殿都未见人。他肯定还在静安宫里。称心，明白，奴婢这就去找。小的也去。数年前，云中君盗取了数件宝物，便消失在了皇宫中。直至先前猎场考核，他再次现身，我才得以确认，他的目标是你。这代表着他的计划已经开始，这背后定是为了达成某种特殊的目的。如果他的目标是我，那刚刚为何不直接将我带走，或是杀死？那时候他对我动手未能得逞，但随后他又并未纠缠，便迅速退场。是因为他已经达到他想要的目的，他选择在那时出手，难道是为了？他是为了确认你？除了静安宫的太妃们，我原以为整个皇宫的人都认为我是得了癔症，那他应当是早有察觉。如此看来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如今他拿到了神石，下一步会去哪里？神石本身没有任何作用，除非他手中也有一个导向仪。这不可能。难道……如果他真的有呢？如果有，那他就能利用神石开启祭天坛。
所以他的目标是祭天坛。这一天终于要来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说他真的有？现在过去，或许还来得及。你们有多大把握能阻止他？哪怕只有1成，我们也必须这么做。云奇，娘娘，他将与你们同行。云中君身手不俗，向来诡计多端，务必小心应付。希望你们的判断没有错。我在老乡的远房表舅是算命的道士，他曾跟咱讲过，这天象乃是凶兆啊！闭上你的臭嘴，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吗？谁打来了？赶紧再去，换水不要停。是。小心！赶紧再去打一盆热水来。贵妃娘娘，再坚持一下，孩子就快要出来了。拜见陛下。陛下，贵妃情况如何？禀陛下，娘娘肚中胎位不正，导致出血量偏多，现在正在想办法。难产？为何会这样？娘娘身形娇弱，加之近日思绪繁重，状态欠佳。至于这胎位不正，我想，许是与先前的辟寒香有关。你又在这作甚？陛下，臣妾听闻消息，便立刻赶来，为贵妃娘娘祈福。祈福？你倒是好心。听见孟太医说的了吗？臣妾有失察之罪，但臣妾发誓，辟寒香确非恒儿所为。若是爱娘有个3长2短，朕定饶不了你。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？这番景象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登仙之道，
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所以你做这些，就是为了登仙？你根本就不明白，我们这一生所能达到的高度，到最后就是取决于生命的长度。这一手易容术让我拥有了千人千面，体验人生百态。我拥有过了一切，可到最后发现，即便穷极一生，我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。一旦死了，那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。但如今我找到了，唯有成仙可以做到真正的长生不老。而你，我亲爱的皇子殿下，是你为我补上了登仙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我在考核那日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确信登仙之道一定是存在的。那一夜祭天坛凸显异象，随后我便意识到，计划的关键便是那块神石。所以那幅画卷，是你故意卖给了王宁？飞霜殿里有那个人在，不是我轻易就能擅闯的。因此，我需要一个合适的诱饵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你替我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，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。你的计划确实厉害，但这所谓的登仙之道，在我看来，根本是子虚乌有。你这样做，是成为不了仙的。那你身边的这位仙子姐姐该如何解释？你口口声声喊她神仙，她掌握着这世间不存在的力量，你分明是想独吞这个秘密。我就知道你也在神仙。寻中君，你错了，本座不晓得你是从哪本乡野怪谈看到的邪门歪道，想成仙，没这资格。抓到你了，仙子姐姐！糟了，看来这东西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作用。怎么可能？那是爸爸的。喂，不行就一旁待着，别给我拖后腿。你，爸爸，对不起，爸爸有事迟到了。当当，宝贝，生日快乐！爸爸。你又骗我，你答应带我出去的。还没到时间哦，要记，答应我，再等一等好吗？等一切都搞定了，爸爸一定带你出去。到时候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一言为定啊。一言为定。姚记，快醒醒！姚记，仙子姐姐，仙子姐姐，
你看起来状态很差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你现在需要休息，交给我们吧。明白。我明白，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失败，所以我更加不能坐以待毙。幽灵，你要去哪？你很强，但下人终究是下人，抓住你的破绽并不难。杨介，19，你不是休眠了吗？这趟代国之行，其实你本是来寻其他线索的，是吗？所以，你其实早就醒了。你在暗室里发现的那幅画像，我也看见了，一切都跟他有关。你现在的情况很差，神识被彻底使用后，你在这个世界的数据会不断遭到排斥、损耗，直到完全消亡。即便如此，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不会帮你呢？你忘了吗，姚姐？我们是朋友啊！我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就这么……对不起，19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明白，但你也别那么激动，走一下。姚姐，你先别急，至少现在还有希望，不是吗？虽然我不清楚代国怎会有一个无主导向仪，不过利用那颗神石是唯一的办法。19，我还能借用一下你的力量吗？嘿嘿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客气。要不是逼不得已，谁要用这冷兵器啊？你说咱现在这科技水平，要是整个巴祖凯加特林，那不早解决了吗？你想象力丰富，要不你来？答应我，回去之后可得更新一下系统程序啊！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？总算有点样子了。要不要那么傲娇？我可是帮了你。刚刚我也救过你，扯平了。喂，咱是队友，怎么跟无敌人一样？姚姐，你还好吗？暂时死不了，但这混蛋鸡贼得很。局势发生变化，他就立刻转变对策，开始拖时间。这样下去，讲不定真的被他得逞。必须想办法速战速决。难不成他真能靠着无主导向仪传送回去吗？照理来说，没有研究所的身份认证，他是不可能。对了，导向仪，
喂，做事。你现在听我指挥，配合我。啊！云中君，咱们神仙其实并不爱打打杀杀，我们来做笔交易如何？你要知道，仙界可没那么好混的，天天勾心斗角不说，还内卷。内卷？我助你登仙，你来我这里替我办事，咱俩互惠互利。就凭你这一言之词，看不出来吗？咱俩可是同款。这玩意儿我可比你熟，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。你以为成仙这种事情是随便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吗？哼，神仙，这几十年来，我苦苦追寻你们的踪迹，为那般努力博得你们关注，可你们却未曾看过我一眼，总是那么的自以为是。所以我很清楚，除了自己，谁都不会信。是吗？那你活该会输。云七。他人在哪？仙子姐姐，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？手别晃，别看着我呀。优秀的弓箭手眼里就只有目标。准备好，滴答滴答，就是现在！完美，这下你就掌握了组合技。组合技？就是招式的一种。记住，琉璃，在遇到敌人时，一定要冷静应对，等我的信号。哦。只有等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，方可一击致命。这是对敌最有效的方式。冷静下来，还不是时候。升仙之道越来越近，我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，你们阻拦不了我。就是现在！成了！
歉，情况好像不太妙。应该是云中君错误启动了导向仪，数据交换通道打开了，却没有发生交换，导致数据淤积了。那会怎么样？这样下去，恐怕数据风暴的影响会继续扩大，波及到静安宫、皇宫，最后是整个梁城，整个世界的数据都会被搅乱。只能这么办了。仙子姐姐，危机仍未灭，长天飞也飞远。仙子姐姐，所以你要回到仙界去了，是吗？是啊，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可如果不这么做，这场危机便平复不了。我明白的，我应该高兴才是。至少仙子姐姐没有了危险，可以平安无事返回，那我便安心了。不过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会再见的。在你看见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想，我们的缘分就已经结下了。在我心里，你们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，尤其是你，榴莲。我只是暂时离开，而你的路才刚刚开始。我都明白，可我习惯了你在的每一天，习惯了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习惯了每天睁开眼就能够看见你在我眼前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都是因为你的出现，让我有了改变这一切的动力。如今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下去。不会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想做。即使我不在了，你也一定可以的，对吗？白夜未尽，仍未灭。长天飞也飞远，虚实在流连，初遇的那夜，一汪水点了一帘。好了，你将来可是要成为戴招娣的，哭成这样成何体统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想着偷懒。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回来突击检查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仙子姐姐，我想当我再次醒来，一切都会回归到最初，回归到那个平凡的日子。虽然很短暂，但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切，继续前进，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。会的，琉璃，你是独当一面的皇子，而我无论在哪，会一直注视着你，记住我的名字。妖姬，或许来日可用尽苍生，你若归，总是一份可能。可用尽苍生。殿下，殿下，在那边，人没事。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恭喜陛下，喜得龙子。
陛下，龙子体质较差，应是受了些先前的影响。臣定当尽力照料调养。王太医，孩子就拜托你了，务必精心照料。在你这儿，朕放心。谢陛下。陛下，陛下。陛下圣旨，皇后王氏训子无方，失德若斯，不可以承天命。上承宗庙，其上皇后册宝，退处别宫，钦此。查理，资料到手了。还好你及时回来，我们黑金系统留下的后门被研究所发现了，恐怕进不去了。这小子又睡在这儿。请大家稍微等一等啊，我清点一下人数。1、2、3、4、12，齐了。妖气。